各位朋友，說起中國的公知啊，最近几年呢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了，是吧？我曾经给大伙说过，我说中国的公知呢，基本上都是60、70年代的生人，都40、50岁往上了，基本上呢都是属于古墓派的人士了。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以前的時候，中國確實和西方的差距比較大。那個時候呢，有一些公知呢，就是由於這個公派或者是有機會到了西方，到了美國一看，他一看，好家伙，那個時候美國刷1個月的盤子頂中國的這個工人10幾年的工資，是吧？他們那時候覺得，哎呀，差距太大了，中國根本跟不上而這些人呢，恰恰是那個年代在西方呢看了一眼，然後就回到了中國，就再也沒有機會在近幾年到西方和美國這個真實的體驗一下西方的長期生活的那種人。那個年代呢，就是他看到了美國的強大以後呢，他基本上也就抽去了他的脊梁，那個時候跪下了，但是到現在呢依然站不起來的那種人。所以我說公知基本上都是古墓派的社會的廢料了現在。所以這一點上呢，金燦榮教授不愧是國師金燦榮教授就說過一段話非常精闢的描繪了中國現在的公知基本上都是土鳖他們根本沒機會現在到西方來生活一段，感受一下。而現在中國年輕人恰恰相反，中國的年輕人很多人都有能力親自到美國到西方見過了這個真實的目前的帝國主義的就是夕陽西下的情景，是吧？回去以後看到中國蒸蒸日上朝氣蓬勃的那種情景，兩相一對比就知道了就這個原來的公知是多麼的可笑。中國黨我现在接触一些发现本质上都是土鳖，知道吧？他不了解国际形势然后他挺逗，他觉得自己很有知識，還要啟蒙自己特別洋所以世界在變吧，世界在變，我們可能還得慢慢的適應這個變化。說的嚴重一點就中國發展到今天這個程度不要說老外也看不懂，我覺得很多中國人看不懂，對不對？怎麼一覺醒來我這個樣子我都不知道，你看所以我們要慢慢適應這個急劇變化的世界。金教授不愧是個智者。最近一段時間呢，中國的網友又把一個北大的古墓派的公知給錘爆了。這位是誰呢？叫喬小春，植物還是專家。你得知道什麼是一流然後我們再談一流一流不是說我們大學有多少錢，我們大學有多少學生，要注意包括有些國際上這種憑着這個大學的排名的它並不是完全按照你的學術水平，因為它並沒有剛才我說的這套指標，它的指標就是你的經費有多少，你的外國留學生有多少，你的學生人數有多少，這東西中國很容易上去但你真正的做科學的東西，或者你從科學的質量角度來說來排名，我們哪個學校也排不上的。當然我講的文科是講的社會科學不是人文學科，社會科學你根本就在那兒就排不上了。我不說嘛，你別說跟美國歐洲的國家比，連印度孟加拉我們都比不過人家。因為印度孟加拉有一個好處在哪呢？它的語言體系用英文的，他學的教材都是英文的，所以呢他一開始就是什麼，就儘管他可能比人家落後，但他走的路是正的，對吧？方法對，方法思路原則這個是對的。我們沒有這些東西然後我們現在還反過來有時候還抵制外邊的東西這個有啥可抵制的？抵制不能把國外的好的東西全拒之門外了。因為好多前沿的先進的東西都是外面嘛，你要是不去了解不去掌握，你就更遠了距離。所以你像我們真正想你比如進入正軌或者想趕上人家，說句老實話，我們還得先學最可怕的是這種洋奴是中國人口學會的副會長搞了一輩子的計劃生育，
大家都知道，计劃生育我一直說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的政策，造成了中國目前的這種人口斷崖式危機的根本原因，就是這些美國和西方的洋奴，他們在制定中国的人口政策，太可怕了，朋友们。来说应该这麼說，那麼他馬上就要判斷了，我回國和在美國在哪兒，一個是對我的發展有好處，還有一個對科學的貢獻更大。第一，如果回來天天就是跟着大家一起捲，都是年輕人嘛，你要捲你的這個論文發表的數量，要捲你的職稱，要捲你的項目，還有各種帽子，然後要上這麼多的課，你還能不能做科研？而且這個捲還不是僅僅是學術的捲，還有人際關係的捲，還有跟領導關係的捲。你可能要按領導要求你的東西去做，那麼領導要求你的東西，第一不是你渴望的，第二不是你擅長的，那麼你肯定也做不好。要注意，年輕人幾年以後這個時間就過去了，那麼在這個年齡段的時候是出成果的時間，如果幾年過去了，是不是這個人就完了，就廢了？然後呢，你從業務上來說，人家環境很寬鬆，包括美國的大廠的環境也很寬鬆，也沒說那個累得要死要活的，他是正常上班正常下班的。你把這個情況放在你的身上，設身處地的想一下，你會不會也留在美國？很多人不理解，在網上會講啊，美國那麼亂，街道那麼髒，天天開槍，為什麼他們老往美國跑？完全理解不了。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中國現在的這個科技的發展，實際上跟美國是有競爭的。而且嚴格來說，你從華人這個角度，我們是有很多優勢。有沒有可能把他們吸引回國？那就看我們能不能改變什麼。那麼如果說他回來的條件比在美國的條件更好，我相信他一定願意回到自己家。沒有一個人不喜歡在家裡，願意在別人家待着的。如果我的家的條件跟他外邊的地方一樣好的條件，我憑什麼我不回來？沒有理由不回來。你是中國生中國長的，你怎麼能不喜歡中國？你從道理上說不通嘛。就是一個人永遠不會嫌棄自己的父母，你哪怕父母再窮，我也不會嫌棄父母，這不是大道理，這是本能。一個人的愛國也是本能。你看美國再好，我也喜歡中國，我是中國人，這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這個老土鱉肯定沒在美國任何一個小公司裡待過，美國職場沒有內卷，不需要和上司搞好關係。你聽他說這話，你都恨不得上去扇他2巴掌。就這樣的古墓派的老公知，這主管中國的人口問題呀。最近有一個 ST 教授，他叫喬小春，來自北京大學。他最近放出一段視頻，說在國內參加這個學術會議，他就什麼話都敢講；只要一參加國外的這種學術會議，他就不敢吭氣兒了。他認為中國和他認為的外國相比，沒有任何先進性，也沒有一流的技術、一流大學啊、一流的產業都沒有啊。他這段講話已經受到了很多網友的唾棄。堂堂的北京大學的教授，滿腹經綸啊，經過了那麼多的學習研究，現在變得自己啊，對自己的國家完全認不得了啊！不要說現在了啊，即使在改革開放前，甚至解放前，我們這些教授啊，由於他學的東西很多，經歷也很多啊，對於這種知識的自信啊，自己國家民族的自信，那是一個基本條件。現在啊，到了21世紀啊，馬上都要到2026年、2027年了啊，竟然覺得中國跟外國是一個啊天壤之別的這樣一個距離，非常荒唐。所以我認為這樣的教授啊，應該像股市裡邊的啊上市公司一樣，戴上 ST 星號 ST 的帽子啊。也有很多人跟我講說，這個喬小春這麼講啊，說明他自己很失敗啊，自己呢啊完全喪失了自信，把自己學的知識也都用餵了狗了啊。因此這樣的教授就應該摘牌退市。追蹤最新，有些東西完全都沒有用的吧？什麼叫沒有用？就是很多人杜撰出的一堆所謂的知識，那麼你學生學這個東西，你不就浪費時間嗎？那麼這個家長不懂，我們懂啊。我跟你講啊，你看我做社會科學，對吧？你比如假設叫我孩子去學社會科學，你想想我能讓他學嗎？
你別人不知道，我還知道啊，對不對？我知道你來了以後你能學到什麼。你比如說，假設我要向張雪峰給人指導，那我相信這社會科學要麻煩的啊。都別來學了。因為我心裡清清楚楚是一個什麼狀態，我不了解的時候，那好吧，我就怎麼說這個專業好，那個專業好。我已經真正了解這些專業的時候，我會說什麼？你這很簡單，你把那書看完，你就知道我可以說什麼，對不對？這個太明顯了嘛。最近不是有個事，我不知道你們知道不是，就是那個也是你們北大的，就那個本科畢業的嘛，我看他自己講自述，就是我是北大社會學專業出來的，然後我學的東西在社會上用不上，我就先送外賣吧。對，送外賣那個。某平台出來講了，北大送外賣的，的確有這麼個人，對嗎？他这非常直接，就是我這學的東西用不上。實際上，這個非常非常簡單的啊，什麼意思啊？就是說你這個學科如果能夠充分提供有用的東西，那麼這個學生是應該學的，無論是文科理科的啊。如果你提供的很多東西是沒有用的東西，當然這裡頭講的也不是說這個純有用，知道吧？就即使是說不是說馬上能用上，但至少說你哪怕能提高人的整個的認知的這種學科也是很重要的，不是說僅僅使用。但是有一點呢，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有很多學科，實際上無論是從有用性來說，還是說提升這個認知來說，都做不到。但是儘管你看它課是滿的，要注意啊，全國高校這個本科的這個總課時是一樣的，研究生也是差不多少的，博士生都差不多少，你給安排的課时是一樣的，但是你的乾貨到底有多少？這裡頭很重要的在哪呢？自然科學的乾貨就多。你比如你學數學，你學物理，學化學，本科學完了到碩士又學一堆新的，再到博士，因為它是層級是能分得開的，而且是有差異的，就是內容上有差異，而且深度上是有差異的。社会科学就不存在這個問題啊。本科學這些，碩士還學這些，博士還學，甚至連層次上也沒有差異。不斷的在學一些東西，而且說句老實話，如果是真正有用的不斷學還好，有些東西完全都沒有用的嘛。什麼叫沒有用？就是很多人杜撰出的一堆所謂的知識，那麼你學生學這個東西，你不就浪費時間嗎？那麼這個家長不懂，我們懂啊。一個廢物學科的廢物教授，是中國人口學會的副會長，可怕吧，朋友們？可怕嗎？這個就是那個著名的，你讓他蓋個煙囱，他能把圖紙拿到了給你挖口井的中國的所謂的高層專家。我強烈建議國家要嚴查社科領域重要崗位人員的價值觀和底線思維。最近有一段北大教授喬小春的採訪，因為觀點極端引發巨大爭議。他說，我到了國外學術圈，人家講什麼我都聽不懂，哪來自信說自己是世界一流？中國社科別說跟美歐比，很多方面還不如印度孟加拉，因為他們用的是英文教材，思路方法跟國際一致。本人對喬教授的言論呢感到極度诧異。不同於自然科學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非專業人士完全能看懂社科領域的學術專著，並能進行有效的溝通和交流。還是不同於自然科學，在社科人文領域是不存在所謂的民科一說。同樣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普通人，也可以對社科領域進行深入研究，並取得成果。喬教授作為一流學府的高級學者，他說出這段話，我認為只有兩種可能：要麼他尸位素餐，能力不能匹配崗位，這樣的話請盡快的退位上賢；要麼就是他的立場徹底偏了，刻意貶低本國學術，請問居心何在？至於把英文當作學術水平的唯一標尺，認為我們連印度和孟加拉都不如，本質上還是把殖民殘餘當作文明標配。英文確實重要，但終歸只是工具，而不是信仰。把學術工具當作文明標準，只不過再一次的自我矮化，奴性顯現而已。曼德拉有一句名言如果你用對方的語言與之交流，才能真正走進他的內心。那麼我要請問喬教授，您真正的意思
是否只有學好英文才能做好一個原汁原味的公知？我們知道啊，另一位經常發出同樣暴論的是著名的何老院士夫婦，但老院士已經99歲高齡了，所以我們可以把他的言論當作一種網絡電子娛樂。但請注意，喬教授除了是北大教授、博士生導師外，還任職北大人口研究所，同時還擔任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國家衛健委人口委員會委員。這是2個提供政策諮詢、建議、論證、評審的重要崗位。中國人口學會是國家重要的政策智庫，而國家衛健委是政府決策的外腦。當前人口政策已經上升為國家最高層級、全局性、長期性的核心戰略政策。喬教授的職位已經可以直接影響國家的戰略決策。近年来大家都很警惕政策間諜，這些人通過影響國策扭曲國家發展方向，他們的危害性要遠超偷文件、探情報的傳統間諜。當然我明確表示，並沒有指控喬教授存在間諜嫌疑，但喬教授的這番言論所暴露出來的價值觀、戰略思維、邊界意識和底線操守，已經不適合繼續擔任影響國家政策的重要崗位。因為沒有查到中國人口學會的官方抖音號那麼我特此@健康中國，這是國家衛健委的官號，懇請引起重视。这个古墓派的老公知现在在中国的网絡上拼命的投訴、錘爆他的這些網友，好多網友批評他的視頻都被他投訴下架了。你們仔細想一想，真是細思極恐啊，朋友們！點個訂閱吧，咱們下期再聊。